挑衅中国中出事，日本这次惹上大麻烦，中方或动用反制手段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肖运华，欢迎收看运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日本极端挑衅，中国该如何反制。近期中美博弈愈发激烈，作为美国的马前卒，日本在对华问题上也是越来越没有底线，频频对中国进行挑衅。而在这一系列的挑衅活动中，其实都离不开一条故事的主线，借助台海问题、东海问题炒作中国威胁，然后再借助中国威胁增强日本自卫队的实力。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，日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无端的挑衅行为，存在极强的目的性和不良的动机。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，日本此前正式发布了新颁布的防卫白皮书。在白皮书里边，日本仍在极力的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，而且在台湾问题上横加干涉中国的内政。对此中国外交部立即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的反对，同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。毋庸置疑面对日本越来越没有底线的挑衅，中国的对日态度变得愈加坚定。除了在外交层面逐步递增压力以外，实际上中国对日其他反制也在加强。在军事层面，中国派遣军舰穿越宫古海峡、对马海峡，有时对日本本土进行绕道航行。除此之外，中国轰炸机也曾在日本海地区进行巡逻。这些信息无不在透露出解放军对日本的警告。在这种震慑下，日本当局如果仍然执迷不悟，那么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是完全有的。在经济层面，中日一直以来在东海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上存在争议，而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在未争议的地区搭建天然气钻进青台的行为，已经让日本感受到非常的担忧和愤怒，多次向中国提出抗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主动权其实已经掌握在中国手上。如果日本还想继续挑衅中国，那么我们国家很可能在争议地区搭建天然气平台，开展油气田工作，让日本彻底死了对东海的觊觎之心。在政治层面，日本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一系列的恶劣行径，故意惹怒中国，看似嚣张跋扈，实则影响日本对外政治环境。日本与中国、俄罗斯、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无一例外都在趋向于恶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的反制是必然的。中方可以通过强化与俄罗斯、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，对日形成地缘政治包围。从以上各个方面来看，中国完全有能力对日本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。毋庸置疑，如果日本再胆敢挑衅中国，必然为其嚣张而付出惨重代价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